開拓美國市場幾乎可以說是索尼這場愛恨糾葛裡最激烈的一幕。這本質上是一場圍繞美國業務控制權展開的硬碰硬。最開始問題其實並不大，只是一步走偏了。可惜一旦最初的扣子扣錯，隨着事情越做越大，這種偏差就會不斷放大，最後變成正面擋在你面前的巨大分歧。SCI 日本這邊做出了決定，美國那邊幾乎漸漸反對，事事質疑，什麼都不願意照辦。更關鍵的是，他們堅持認為美國市場必須由他們自己主導，一切都要按他們的方式來。秋多良木健後來回憶說，幾乎每一件事，我們的想法都和美國那邊不一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因為當時 SCI 日本這邊其實並沒有美國市場的指揮權。原本索尼美國旗下有一家子公司叫 SEPC， 設在紐約。這家公司當時已經少量參與了超級任天堂和世嘉的遊戲制作。到了 PlayStation 項目，它也負責美國市場的授權、營銷，甚至銷售工作本身，索尼也預定安排由這家公司來做。但關鍵問題就在這裡 ，SEPC 的高層管理層對日本這邊幾乎處處挑刺。他們首先反對的，甚至是主機顏色。負責主機設計的後藤當時是這樣解釋的：顏色真的讓我們很頭疼。說到電腦，很多人會想到白色，但那是辦公室電腦的顏色。PlayStation 是拿來玩的電腦，所以我希望它能有不一樣的氣質。因為設備雖然大多是黑色，但黑色太沉重了，所以我們最後選擇了帶一點紫調的灰色。這是設計團隊反覆權衡之後才定下來的方案。可美國方面對此照樣反對，他們不接受這種灰色，堅持認為要想讓美国消費者買賬，機器就必須是白色。不只是顏色，他們對外形不滿意，對 logo 也不滿意。他們說做過市場調查，結果顯示這種設計不行，所以美国市場必須另走一套路線。他們還嫌手柄長得太奇怪，說這種從沒見過的控制器根本不可能被接受，又說手柄尺寸太小，不適合美國人的手。但問題是，後藤當初設計 PlayStation 本來就是以全球統一為前提的，這不是專門給某個市場做的機器，而是面向全世界的產品。可美國那邊幾乎把這種表達一條條全部否掉，甚至美國售價也要他們自己定，連 PlayStation 這個名字他们都不滿意。他們認為 Play 這個詞可能讓人聯想到花花公子之類的詞彙，容易引發誤解。但對日本這邊來說， PlayStation 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地區性的項目，它的基本戰略就是作為全球統一標準來展開，同樣的設計，同樣的概念，同樣的品牌印象。美國市場不可能搞成一個獨立版本。更麻煩的是，哪怕問題已經堆成山，日本 SCEI 和身為索尼美國子公司的 SEPC 之間實際上沒有直接的指揮關係。也就是說，日本這邊看得到問題，卻根本沒法下手處理。秋多良木健後來還說過一句很無奈的話，對方可是索尼美國的總裁，而我不過是一個普通員工。其實美國的問題從籌備階段起就已經埋下了，根本的矛盾在於秋多良木健和美國高層對遊戲這門生意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兒。秋多良木健相信 SCI 有能力建立一套全新的商業模式，但美國那邊卻直接否定，你們沒有這個本事，索尼做不了遊戲。他們甚至還明確表示，在美國市場真正能活下來的是世嘉。他們反覆把這個看法傳達給大和典雄，甚至主張索尼應當和世嘉展開合作。1993年5月20日 ，SEPC 要發行世嘉軟件的消息還曾經被報紙大幅報道。美國方面的邏輯很明確，日本市場特殊，你們想怎麼做隨你們，但日本以外就不行。美國市場必須按我的想法做，必須歸我管，否則就做不成。在他們看來 ，PlayStation 本質上是軟件生意，那麼一切就更應該集中到他們手裡統一管理，所以他們才會不斷插手，不斷反對。在他們眼裡，秋多良木健這幫人不過是在做硬件研發和生產而已，機器照要求造出來就行。至於商業、營銷、定價，通通應該聽美國這邊的。雙方最明顯的衝突之一就是遊戲軟件價格。日本這邊希望把價格壓低，借此迅速普及市場；美國這邊卻認為價格必須往上提，這讓摩擦迅速浮出水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歧？因為美國管理層大多是遊戲行業的老資格，他們習慣根據既有經驗、舊有模式和過去的行業常識來判斷問題。可 PlayStation 要做的恰恰是推翻過去整個遊戲行業的玩法。從這個角度看，這甚至可以說是一場守成與革新的戰爭。日本這邊從一開始就奔着普及去定價，把軟件價格定在5800日元，盡可能把 CD-ROM 的優勢徹底打出來。而 SEPC 那邊的共識卻是軟件必須賣高價。
美國市場本來理論上也想走低價路線，但最終還是把價格定在了59到69美元之間。後來雖然降到了39到49美元，但一開始這個價位已經讓 CD-ROM 軟件與傳統的 ROM 卡帶遊戲幾乎沒有區別了。這樣一來 ，CD-ROM 本來最大的優勢低成本、可重複生產、可拉低價格就沒有辦法體現。硬件上也是同樣的思路，美國方面不願意承擔風險，不願意接受虧損，總想在價格裡加上更穩妥的利潤空間。對此，澤中輝久說得很直白，他是想把整個競技場都換掉，甚至可以說是在掀桌子。可在美國那邊看來 ，SCI 只是一個遊戲行業裡的新兵，而美國才是他們自己的主場。站在他們的角度，這種想法其實也不難理解。就連 CD-ROM 可以按銷量反复補貨，只生產需要賣掉的量這種邏輯，美國那邊也堅持說這套在美國行不通。當然，美國市場確實和日本不同，美國的軟件廠商通常是直接對零售商開展銷售，日本那種平台主導的事物銷售模式在美國很難成立。反過來說，日本之所以能形成那種獨特的流通方式，也正因為任天堂過去把整個流通體系設計得非常複雜。而且美國雖然也能用 CD-ROM 補貨，但也並不是說想補就能立刻補。日本和美國市場結構確實存在根本差異。但就算如此，日美之間的矛盾也絕對不能繼續放着不管。澤中輝久後來回憶說，1995年春天，我們當時真的是三重壓力一起壓過來，匯率暴漲，日元異常升值，美國那邊的管理問題遲遲解決不了，日本國內的銷量也開始讓人擔心。那段時間我夜裡都睡不好。如果美國市場的問題解決不了，那 PlayStation 就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在久多良健看來，周圍很多人的態度都不夠堅決。澤中會念叨，可美國那邊本來就是交給索尼美國負責的啊。丸山茂雄最初甚至說過，日本以外我本來就沒什麼興趣，美國那邊管理體系也不一樣，不如就讓他們放手去做吧。但久多良健反复強調，現在絕不能退縮，這是一門面向全球的格式生意，而美國又是最重要的市场。要讓 PlayStation 在全球真正普及，就必須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於是他在每周一中午的高層午餐會議上，幾乎是反复不斷地強調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丸山茂雄形容這種會議時說，那根本不是普通日本公司那種溫吞的經營會議，而是非常混亂、非常激烈、非常消耗人的會。大家會直接闖進別人的地盤去爭論，開完以後整個人都被掏空了。久多良健也一次又一次地去說服大和電兄，他明確告訴對方，美國業務如果不由日本統一掌控，就絕不可能成功，再繼續交給那邊去做是不行的。甚至連原本一臉這和我們沒關係的日本索尼音樂，久多良健也去做工作。一開始借助索尼既有基礎設施來起步，確實是沒辦法中的辦法。但到了這個階段，和當地管理層的矛盾已經嚴重到了不能繼續視而不見，必須盡快把美國組織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下，讓營銷、授權都能真正按自己的思路去執行。想讓 PlayStation 在美國真正飛起來，就必須把它徹底從索尼美國的體系裡切出來。最先理解這一點的人是丸山茂雄，他說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把 PlayStation 從索尼美國手裡奪回來吧。他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親自把它奪回來，把資本關係理順，把經營結構改正確，這件事已經不能再拖了。很快形勢也發生了變化，索尼社長換成了竹井伸之，而索尼美國的高層管理层則在1995年12月辭職，美國索尼開始重組，機會終於來了。久多良健當時的想法很直接，必須把美國拿回来。他自己本來想親自去，但周圍的人把他攔住了。你在日本這邊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於是最終被選中的人是丸山茂雄。1996年那會兒，索尼音樂自己的業務狀況也並不是特別理想，公司內部本來希望他專注本職工作，但另一方面，美國的 PlayStation 業務又的確岌岌可危。更麻煩的是，索尼音樂在海外市場本來就沒有太多直接經營經驗。紐約的索尼音樂負責日本以外的全球業務，而東京總部只管日本。也就是說，日本索尼音樂並沒有處理海外業務的現成方法論。它能給 SCI 的多半是營銷上的經驗，至於海外運營這一塊，其實幾乎幫不上太多忙。但事情已經顧不得這些了，無論如何都得先把美國市場運作重新拉起來。丸山茂雄的風格是穿着運動鞋到處跑，靠腳去解決問題。
他直接殺到舊金山辦公室，開始親自盯當地管理層到底怎麼做事。雖然索尼美國最高層換了人，但真正具體負責 PlayStation 業務的那批人並沒有換。問題在於他們到底願不願意按日本這邊的要求執行。可丸山茂雄不是全職常駐美國，他在東京還有索尼音樂的工作要做。所以一開始他嘗試過星期三從成田機場出發，星期六回日本，星期天休息的安排，但連續跑了3次之後，發現身體根本撐不住。從1996年1月16日第一次出發算起，這樣的節奏很快就證明不現實。後來他把行程改成星期四出發，按當地時間，星期四中午抵達舊金山，星期四、星期五在美國工作，星期六從舊金山返程，星期天下午到達成田機場。這樣一來，雖然工作強度驚人，但總算還能扛住。於是丸山茂雄的生活變成了這樣：星期一開索尼音樂經營會議，星期二開 SCI 經營會議，星期三、星期四同時處理2邊事務，星期四傍晚飛美國，星期天傍晚回日本。這樣的強行軍每周如此，一直持續到1996年8月14日。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工作節奏。可丸山茂雄自己後來卻說，因為一直繃着那口氣，反而沒覺得撐不住。奇怪的是，我幾乎沒有時差反應，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不過大概也確實累過頭了。等我不再這麼跑之後，接下來半年，我每天都要睡10個小時。在一次次往返中，丸山茂雄仔細觀察當地管理層到底能不能真正尊重日本這邊的意圖。最後他的結論是不行，美國這些人已經太深的浸在舊有遊戲行業的邏輯裡，根本轉不過來。於是他做出了決定，除了極少數認為還能用的管理者之外，其餘人基本全部換掉。1997年1月 ，SCI 在舊金山成立了100%全資子公司 SCEI 美國，同時美國這邊大部分經營層也被替換，一個全新的團隊正式組建起來。丸山茂雄後來總結說，過去那些積習和包袱必須徹底清乾淨，到最後我才真正明白，一門屬於自己的生意，如果不由自己來管理，遲早會出問題。但事情還沒結束，因為一旦鬆懈，舊問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接下來就輪到久多良健親自上場了。他本人出任 SCI 美國的會長，雖然沒法像丸山茂雄那樣每周往返，但他在1997年一整年裡，幾乎每個月都會在舊金山待上1周。他後來說得很清楚，海外業務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為做了這件事。久多良健非常清楚，美國市場的關鍵不只是換人，而是必須把軟件生意的做法徹底立起來。首先要糾正的就是把軟件當成硬件附屬品的老思路。當時有些零售商會用搭售的方式賣貨，把軟件當成硬件促銷時順便帶上的配件。久多良健明確叫停了這種做法，因為在他看來，軟件絕對不是硬件的附屬物，而是這門生意真正創造利潤和價值的核心。他強調，這在軟件生意裡是絕對不能做的事。軟件不是硬件的贈品，這一點我也反覆告訴了海外团隊。同時，硬件這邊也不能再按傳統思路去做。雖然主機利潤很薄，但也不能指望用軟件利潤去無限填補硬件虧損。所以硬件必須靠規模去賣，而一旦賣不動，退貨馬上就會壓回來。在美國，機器出貨以後，往往要過3個月，確定沒有退貨才能算真正賣出去。所以庫存控制就成了極其重要的工作。久多良健說，我們對庫存始終保持極高警惕。在戰略上，他們開始重新設計整個商業模型。此前，索尼美國做營銷時，習慣沿用索尼傳統 AV 產品的流通路線，也就是把 PlayStation 放進原本賣音響、電視等產品的經銷商體系裡去賣。可這條路的問題很明顯。AV 產品和遊戲產品的流通邏輯根本不一樣，前者依賴複雜的利潤分配和返利體系，偏傳統偏庫存式；後者則應該是高周轉、高曝光、快速補貨。在久多良健看來，遊戲不能按 AV 產品那套來賣。PlayStation 要做的是格式生意，必須追求大規模普及，而真正能靠海量廣告和全國鋪貨快速放大的，不是傳統經銷商，而是大型量販體系。所以他們開始把零售重心大幅轉向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商。久多良健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跑去阿肯色州的沃爾瑪總部。对方並不是不喜歡 PlayStation， 相反主機賣得很好，問題是總是斷貨，所以他們不願意把資源全部壓上來。久多良健就反覆去說服對方，我是 PlayStation 在美國的最高負責人，我親自負責監督生產和供貨，也親自保證後續支持，請一定要把這款產品當成重點商品來賣。
它的核心訴求是：我來保證供貨，但你們必須在門店裡給 PlayStation 最顯眼的位置。我們也會配合推廣，但你們得把 PlayStation 遊戲軟件展示櫃進一步擴大。有些量販店的採購負責人起初還會解釋推脫，求佐良健乾脆直接指出對方門店存在的問題，要求他們現場拿出改善方案。因為他並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看報表的人，他經常自己跑遍全美各地零售終端，親自去看市場到底是什麼樣子。這一點最後連美國那邊的人都服了，畢竟對方真的不是在遠程下命令，而是在一線親自盯。加藤優作為當年 SCI 經營與管理層的重要人物，在他看來，美國市場終究不是日本，這才是主機問題真正棘手的地方。日本那種高度集中、平台方主導的事物銷售體系，在美国並不普遍。在美国，真正的按這種方式操作的軟件，大概只占全部遊戲的10%左右。這就意味着平台方往往很難掌握第三方廠商到底在做什麼。從加藤優的角度來看，這很不合理，因為如果用 CD-ROM， 明明可以根据市場反饋快速補貨，也可以在銷量不行時及時停產，根本沒必要像 ROM 卡帶時代那樣提前壓大量庫存。於是加藤優到處去說服遊戲軟件廠商，如果你們願意利用 CD-ROM 的特性，就應該盡量採用可控的流通方式，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靠猜需求堵庫存。但問題在於，這套邏輯說起來容易，別人未必聽得懂。加藤優自己都說，光靠嘴講，對方根本不容易理解，簡直像在做傳教工作。只能拿具體案例來解釋，這個遊戲如果按某種補貨節奏來做，會更合理。我們就是這樣一個一個說服過去，講得多了，對方態度才慢慢軟下來，開始逐漸理解。既然美國沒法像日本那樣統一管理流通， SCI 就乾脆自己出資下場去做遊戲發行，把軟件生意的一部分主動權抓回到自己手裡。只要平台方在發行環節裡有更深的參與度， CD-ROM 重複生產的優勢也就更容易被真正落地。總之，久良健他們是從各個方面一起发力，而這種持續不斷靠自己一點點啃出來的市場開拓，到了1997年後半年，終於開始顯現出效果。一旦市場被真正點燃，以美國市場本身的體量爆發起來，就是一瞬間的事。1997年聖誕季，屬於北美的熱潮終於到來了。此前截止1997年3月的一年裡，北美銷量大約是300萬台。可到了1998年3月的那一個財年，這個數字一下跳到了約770萬台。和美國相比，歐洲的情況完全不同。美國的問題是必須把控制權奪回來，而歐洲的問題則是要從零開始，一步一步搭出一整套銷售網絡。加藤優後來解釋說，歐洲這個市場一旦基礎設施建立起來，後勁會非常強。以世嘉土星為例，它在美國和歐洲的占比大概是2:1，但 PlayStation 卻能做到5:4，其中中東和東歐市場的擴展貢獻很大。這說明一旦把整個基礎設施鋪好，後面的擴張速度會非常快，而且會直接變成後來者的進入壁壘。歐洲戰略的關鍵就是一個字：快，必須盡可能的把體系搭建起來。他們是在1994年底開始準備的，而目標發售時間是1995年秋天，也就是說留給他們的時間只有10個月左右。而在這個時候，辦公室、銷售團隊、物流體系什麼都沒有，歐洲業務幾乎真的是從零開始。加藤優第一個動作就是搭建管理团队，他把索尼影業旗下視頻軟件銷售公司的海外負責人克里斯·迪林拉過來擔任歐洲地區負責人。形式上 SCI 歐洲也是掛在索尼電子出版體系之下的一個部門，但和美國地區不同的是，歐洲這邊的溝通極其順暢。加藤優明確說過，歐洲 PlayStation 成功，克里斯·迪林功不可沒。但物流情況又怎麼辦呢？時間緊，他們就把索尼現成的資源能借得都全借。倉庫直接用索尼音樂當地已有的設施，售後服務也沒有時間自己搭，就先委託給索尼已有的服務網絡。但這裡有一個本質的區別，他們借用的只是功能和資源，而不是把遊戲業務重新塞回索尼傳統 AV 的邏輯裡。即便索尼當地銷售公司主動提出想一起做，原則上他們也會拒絕，因為在加藤看來，遊戲生意和索尼原本最核心的 AV 生意在定價、利潤結構、返利體系上都不兼容。
PlayStation 看重的是軟件端不斷產生的附加價值，硬件本身就算不賺錢，甚至虧一點也不是不能接受。真正的例外只出現在 PAL 地區，因為歐洲太大，不可能全部依靠自建網絡完成覆蓋，所以像東歐、中東、俄羅斯、迪拜等地，最終還是要讓索尼當地的銷售公司來承擔流通。但這並不是因為它是索尼體系就天然可信，而只是因為這樣做在時間和便利性上更划算。換句話說，他們用別人的資源，但不會把自己的經營邏輯交出去，這才是關鍵。到了1997年4月，歐洲各國的經營體系進一步重組，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奧地利等國家相繼設立銷售子公司。PlayStation 終於開始向更深層的市場滲透。加藤優後來回憶說，索尼同期進公司的老同事看到我，都說我白髮變多了，但說實話，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在受苦。因為很多真正想做的事，我都做成了。這些戰略成果很快就體現在 PlayStation 業績上。到1998年3月財年，歐洲市場表現極其亮眼，相比前一年約300萬台的規模，銷量暴漲到964萬台，增長達到302%。這顯然是 PlayStation 銷量全球爆發中極其關鍵的一環。海外市場的準備不僅帶來了擴張，也意外救了日本國內一場危機。1997年夏天，日本國內突然積壓大約50萬台到60萬台的機器庫存，多到什麼程度呢？多到倉庫的地板都快被壓壞了。說白了，就是前期規劃太樂觀，導致生產的機器太多。1997年1月，史克威爾推出最終幻想7，一下賣出350萬套，熱度還延續到了2月。而剛好就在那個時間點 ，SCI 正在制定1997年財年的銷售計劃。於是整個銷售計劃自然就被這股遊戲熱潮帶偏了，變得極其樂觀。那段時間，主機月銷確實能做到50萬台到60萬台，大家順勢就認為夏天做到月銷60萬台甚至70萬台也沒有問題。於是他們按月均60萬台乘以12個月的思路，硬把全年目標鎖死在700萬台。可問題是，這個預算非常激進，因為從發售到1996年3月底 ，PlayStation 累計生產出貨其實也才650萬台而已。結果一進初夏，銷量突然急剎車，市場不是繼續上漲，而是一路往下掉。等他們察覺不對時，已經堆出了整整1個月的主機庫存了。這時才意識到，原來最終幻想7帶來那一波，並不是長期增長，而是更像是一場局部泡沫。可這時候再反應已經晚了。後來6月到8月，日本國內版本乾脆停產，全年預算也從700萬台下調到500萬台。最終結算下來，1997財年日本銷量是499萬台，幾乎正好踩在修正後的目標線上。也正因此，才更顯得當初700萬台的計劃有多冒進。那堆積的主機庫存後來又怎麼辦呢？答案是靠海外市場的爆發，硬生生的消化掉了。當時美國那邊在9多兩件持續衝量販渠道之後，市場突然開始迅速起飛，尤其那些大型零售商缺貨缺得厲害，不斷催貨。於是原本預留給日本市場的產能被迅速切到海外。這一切換，庫存幾乎在短時間內就被清空了。事後回頭看，這簡直像是一場從天而降的好運。但其實背後並不是運氣而已，因為9多兩件從一開始就在準備，一旦日本市場減速，下一步就要把火力轉向海外，所以他一直在提前保留產能，等機會真正到來時立刻釋放。他親自去和大型量販店談判，向對方承諾今年一定會給足硬件。對方一看供貨終於穩了，自然就願意全力去賣。最終結果是，美國市場的爆發性增長，甚至還超過了9多兩件當初自己做出的強勢預期。與此同時，歐洲市場也隨着基礎設施逐步成熟，開始全面發力。歐美經濟回暖，最佳生產請求一天比一天多，所有工厂都被迫進入滿負荷狀態。到了年底之前，很多門店甚至已經賣到斷貨。為了趕上聖誕銷售，他們甚至大量包下大型貨機，把機器空運出去，保證能在年底前擺上貨架。那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 PlayStation 全球級大爆發。以上就是 PlayStation 愛恨情仇完結篇的全部內容。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不妨在油管和 B 站關注阿段的頻道，為我的視頻點讚，讓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